當大家還在猶豫要不要生二胎時，這對韓國夫妻正在計劃他們的第13胎，眼前這些孩子全是他倆生的。截至目前，他們暫時只生了5男7女，共12個孩子。媽媽透露，孩子們之間的年齡差都在1到2歲之間，這意味着媽媽的前半輩子整整30年都在生孩子或為下一次生孩子做準備，而他們目前仍在積極計劃迎接第13個孩子。但這個想法卻遭到了孩子們的集體強烈反對，爸爸對此感到非常不滿，無奈只好向頂尖育兒專家吳博士尋求幫助。由於家庭成員眾多，媽媽坦言經常記不住每個孩子的名字。日常生活中，大家更習慣用編號來稱呼彼此。每天的洗衣和整理衣物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，曬乾的衣服堆積如山，需要10幾個超大儲物箱才能裝下。好在女兒們都能積極幫忙分擔。不過比起清洗衣物，更難的是判斷每件衣服屬於哪個兄弟姐妹。视頻剪的我都餓了，點個漢堡填填肚子。最近我發現閒魚有很多的省錢神券，漢堡炸雞9塊9就能買全套，真的特別省。吃喝玩樂我先推薦閒魚，閒魚真的太神奇了。나 이거 누구 거야? 재순이 거. 나 이거 누구 거야? 너무 많아서. 청호 거. 엄마 이거 엄마 거 입었어? 사이즈 뭐야? 92. 90? 은순이 거. 내 거 아니야, 내 이름. 아 맞다, 엄마 거야. 整個歸納過程通常需要4個人花費3個多小時才能完成。隨後畫面中一家人來到超市，算上家裡老人一家17口的大家庭，日常開銷是巨大的。爸爸嚴格規定孩子們只能挑選降價打折商品，裝滿5個購物車就回家。就在孩子們認真有序地挑選食材時，11號女兒偷偷拿了一包棉花糖，爸爸發現後嚴厲訓斥了她，並毫不留情地拿走她手上的糖。야 반찬 사러 왔지 나가 과자 사러 왔어 지금? 媽媽在一旁為孩子求情說，畢竟女兒都4歲了，卻從來沒有嘗過糖的味道。但爸爸態度堅決，反覆強調今天只允許購買蔬菜，任何零食一律不准買。最後結賬時，細心謹慎的爸爸發現有一件商品被重複掃碼，儘管收銀員再三表示沒有問題，不放心的爸爸還是堅持重新核對所有物品。可見他真的是一個精打細算、很會過日子的人。結完賬後，長長的一張購物單也屬實讓大家開了眼。這家人總共購買了價值50萬韓元的食材，約合人民幣3500元。接着爸爸再次檢查購物車，發現3號女兒竟然還買了一盒藍莓，便再次破口大罵，指責女兒亂花錢、不會過日子，淨買一些沒用的東西。隨後便氣憤地獨自駕車離開，留下妻子和孩子們拎着東西步行回家。晚餐時間因為餐桌太小坐不下，年長的孩子只能常年站着吃飯，而爸爸每天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在飯桌上對孩子們進行說教，一邊禁止孩子們交談，一邊自己喋喋不休，墨跡個沒完沒了。家裡孩子多吵鬧是常態。晚餐後，一些孩子在安靜寫作業，地上的12號卻突發惡疾，姐姐費了半天勁才終於哄好。緊接着另一邊的7、8、9號又發生爭執，爭吵聲和告狀聲不斷。爸爸每天被吵得一刻也不得安寧，不得不頻繁出面調解。隔天全家人一起外出吃飯，爸爸讓老2、老3、老4坐出租車，其餘14人全都擠在自己車裡。一路上孩子們都在因為座位擁擠而爭吵，出門一趟確實麻煩。為了照顧每個孩子的口味，爸爸選擇了郊外一家10元1位的廉價自助餐廳。他事先規定每個大孩子要負責照顧1個小的，孩子們兩兩結伴，有序挑選食物，表現得非常懂事。特別是老2全程像父母一樣照顧着妹妹，甚至等大家都快吃完才開始拿自己的食物。目睹此景的吳博士也不免覺得這孩子實在讓人心疼。飯桌上，爸爸又習慣性的開始說教，他認為這種大帶小的安排非常合理，詢問孩子們對此有沒有意見。一聽這話，稍大的幾個孩子瞬間食慾全無，雖然內心1萬個不願意，但面對嚴厲的爸爸，大家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出聲反對。最後還是老2率先開口打破沉默，表示自己正處在青春期，需要更多個人空間，如果再負責照顧弟妹會很不方便。爸爸強調家裡情況特殊，不能因為青春期就推卸責任，他認為年長的孩子理應承擔更多，要不然孩子都交給父母帶，父母就會很辛苦。就這樣，爸爸反覆闡述着年長的孩子理應多幫父母分擔的觀點。老2聽得不耐煩，再次發聲表達不滿。他說現在家裡所有家務爸爸都讓女孩去做，這讓他感到非常累，應該讓男孩子也一起分擔家務，例如飯後收拾碗筷這些簡單的事情男生也可以做，而不是吃完飯拍拍屁股就去玩遊戲，什麼家務都不做。沒想到爸爸聽後馬上就拒絕了，理由是女孩子的手更乾淨，因為要接觸到食物，而男孩子的手什麼都摸就會比較髒。如此牽強且荒唐的理由讓老2徹底無語。看到這裡，嘉賓們也是紛紛忍不住調侃，這期真正需要改造的其實應該是爸爸，爸爸的理由太過荒謬，手髒的話洗乾淨不就好了嗎？吳博士表示，剛剛老2鼓起勇氣表達了看法，但爸爸的回答讓他一臉無奈。爸爸這次前來求助是為了了解子女內心的想法，但他通過觀察發現，爸爸實際上根本聽不進去孩子們說的話。在這個17口人的大家庭中，爸爸的話就像權威一樣不容置疑。由於平時管教嚴厲，孩子們大多不敢輕易開口，難得老2勇敢發聲，卻發現爸爸早已心中有數，無論說什麼他最終都還是會堅持己見。吳博士建議爸爸如果想真正了解孩子內心的真實想法，平時應該多傾聽少發言，不能一味的說教要求孩子服從。如果總是這樣，孩子們永遠沒有機會表達自己。 일단 첫째는 일방적이에요. 맞아, 일방적이죠. 그리고 어떤 주제가 됐든 말의 양이 굉장히 많아요. 그리고 또 하나는 답은 이미 정해져 있어요. 맞아. 답정 아빠. 의견이
받아들여지지 않는다고 느끼겠죠.隔天，家里的几位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来到游乐园，在别的同龄人都在享受和朋友玩耍的欢乐时光时，这个家的姐姐们却提前几十年体驗了帶娃生活。帶過孩子的都知道，小孩子的精力特別旺盛，有時前一秒還在開心的奔跑追逐，下一秒就可能因為一件小事鬧翻天，哭個不停。這無疑給姐姐們帶來了很大壓力。心力交瘁的2號和4號坐在一起，開始懷疑人生。 우리 어쩌다 이렇게 됐어. 어떡해. 불쌍해. 설거지도. 이제 예전에 막 엄마가 시키면서 했는데 이제 익숙해지니까. 這些仿佛承擔着父母角色的女兒們不禁感嘆 하고 싶은 거 하면서 살고 싶어. 看了視頻後，吳博士深深嘆了口氣。隨後，老二也來到了現場。有嘉賓詢問，如果不負責照顧弟弟妹妹，是不是就會感到輕鬆一些？二姐回答，並不是。如果不幫忙的媽媽就會很累，自己出去玩的話也會感到很內疚。吳博士說，在他看來，孩子們都很善良，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，即使父母沒有明確提出要求，他們也能主動幫忙分擔。他們身上承擔的責任甚至比父母還要多。他告訴二姐，家人確實重要，但自己的人生同樣值得珍惜。每個人都擁有追求快樂和幸福的本能與權利。如果有些事是你不願意做的，不妨試着向爸爸表達你的真實想法和感受。當晚從遊樂場回到家，老二和老四就開始梳妝打扮。正值青春期的他們偶爾也想擺脫家務瑣事，和朋友們外出聚一聚。當他們鼓起勇氣向爸爸提出請求時，爸爸卻責備他們不負責任，質問他們如果出去玩了，家裡的弟弟妹妹誰來照顧？接着就是一番沒完沒了的指責和抱怨。目睹此景的老四很無語，撤回了一顆想出去的心。不過沒多久，爸爸似乎良心發現，改變了主意，還給了他們一些零花錢。1小時後，兩姐妹回到家，因為見了朋友，所以心情很好。沒想到爸爸進屋後又開始念叨，面對父親沒完沒了的指責和抱怨，原本開心的姐妹倆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，爸爸依然自顧自地墨跡個沒完沒了。快要考大學的二姐鼓起勇氣向父親表達自己想要學習服裝設計專業，將來成為設計師，同時也渴望能和朋友去旅遊，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。然而爸爸聽後的第一反應不是支持和鼓勵，而是擔心老二離開後沒人照顧家裡的弟弟妹妹。爸爸最後表示，如果他一定要出去也不是不行，但是這樣一來就要犧牲其他兄弟姐妹了。他責備老二，難道真的忍心這樣做嗎？這話說的吳博士也是一整個無語住了，不清楚爸爸為什麼一定要把養育責任強加在一個孩子身上。隨後吳博士指出這個家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，對於一個擁有12個孩子的家庭來說，日常生活充滿了挑戰。媽媽在過去30年裡幾乎一直在懷孕和育兒中度過，身心負擔非常沉重。家庭成員多到媽媽甚至需要用編號來稱呼孩子，這反映出對每個孩子的個性化關懷極為欠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父母竟然還有生育第13個孩子的想法，這必然會遭到現有子女的強烈反對。父母嚴重忽視了孩子們的真實感受。爸爸要求年長的孩子照顧年幼的，實際上是把本應由父母承擔的責任轉嫁給了他們。尤其對於幾位年長的姐姐而言，他們的處境實在令人揪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父母優先考慮的應是傾聽孩子們的反對理由，認真思考生育更多孩子對家庭的長遠影響，而不是單純追求家庭規模的壯大。改善家庭成員間的溝通，確保每個孩子都能感受到充足的關愛和認同，才是維繫家庭和諧的關鍵。隨後節目組放出了老2到老6的心聲，孩子們普遍表達了一個訴求，就是希望爸爸不要再生了。這樣的生活他們真的過夠。節目組又給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向父母傾訴的機會，沒想到他們都選擇了沉默。當問到二姐為什麼不說出自己的苦惱時，她的回答卻是 궁금해하는 사람이 없으니까 이제 익숙하니까. 동생들뿐만 하나도 안 해. 聽到女兒的心裡話後，坐在演播室的爸爸忍不住落淚。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做爸爸做得很失敗。雖然女兒已經長大了，但她畢竟只是個18歲充滿夢想的年輕人。此刻父母心中對孩子滿是感激與歉意。隨後吳博士給出了多項建議，爸爸也認真承諾會逐一落實。到家後，爸爸每天都努力按照吳博士的指導調整自己，比如召開家庭會議，鼓勵孩子們坦率地指出自己的不當言行。家人們約定，每當爸爸又開始墨跡時，孩子們可以隨時舉起紅牌讓他閉嘴。起初孩子們略顯遲疑，但漸漸的都能踴躍發言，家庭氣氛逐漸變得輕鬆。但爸爸多年形成的習慣並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，有時還會忍不住翻舊賬嘮叨個不停，直到兒子亮出紅牌，他才意識到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此後爸爸還對着鏡子反覆練習說話的語氣和表情，並嘗試與每個孩子單獨談心，聆聽他們真實的心聲。先前餐桌上的說教也轉變為體貼的關心，這個轉變讓孩子們倍感驚喜。為了更好地傾聽孩子們的心聲，爸爸還設立了匿名信箱，讓孩子們用寫信的方式表達不便當面說的話，還為青春期的孩子安排了個人隱私空間，為老二報了服裝設計班，全力支持他的夢想。抽出時間陪兒子們踢球，男孩們也開始主動分擔家務。這位父親的用心付出獲得了明顯的回報。視頻的最後，爸爸給孩子們寫了一封信。 사랑하는 아이들에게 항상 밝고 즐겁게 지내주어서 아빠는 항상 고맙단다. 항상 너희들에게 부족한 아버지는 내 뒤안길에서 홀로 고민과 반성을 많이 한단다. 너희들을 응원하며 너희들을 위해 노력할게. 아빠가 흔들리고 아빠가 약한 모습을 보이면 니네들이 약해질까봐 두려워서
就在大家認為這對夫妻不會再生第13個孩子時，節目播出後的第2年，他們還是不忘初心，堅持生下了他們的第13胎，這次是個男孩。